嘿，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梦里的世界好像比现实还真实，街道弯弯绕绕，却熟悉的像走过千百次。梦里的某个人，你明明不认识，却又亲切的像老朋友。更神奇的是，你明明知道你在梦里，却控制不了自己醒来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梦会不会其实不是幻想，而是一个真正存在的地方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疯狂又迷人的话题：梦境是不是平行宇宙的入口？科学家怎么说？脑袋怎么解释？哲学家又怎么想？接下来我们一起前进这场清醒的梦。第一章，什么是梦？先来搞清楚梦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从科学的角度看，梦主要发生在快速动眼期，也就是 REM 睡眠阶段，大脑像打了鸡血一样活跃，但身体却像断电一样瘫着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睡得很熟，但脑子还在疯狂开工。不过奇怪的是，大脑明明没在接收外界讯息，它却能制造出一整套场景、人物，甚至剧情有时还比电影还精彩。所以有些科学家认为，梦是大脑自我模拟的结果，它把记忆碎片、潜意识、情绪通通混在一起，重组成一场夜间特别节目。但这样的解释真的能完全说通吗？第二章，平行宇宙是什么鬼？来，我们切换一下频道，聊聊平行宇宙。所谓平行宇宙，简单讲就是除了我们这个宇宙，可能还有无数个其他宇宙，它们在某个我们看不到的维度里同时存在。有的宇宙里你可能是百万富翁，有的宇宙你可能还在念小学，还有些宇宙你根本就不存在。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，但在理论物理里，这不是玩笑。量子力学、多世界诠释、弦论，这些超级烧脑的理论，都某种程度上支持平行宇宙的存在。如果这些平行宇宙真的存在，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某种状态下跟他们接通？比如说梦里。第三章，梦境等于宇宙间的 WiFi。 有一派学者认为，梦不只是大脑随机放电影，而是一种接收讯号的状态，就像我们的意识在梦中频率改变了，突然连上了某个看不见的网络。一位叫 Evan Harris Walker 的物理学家就曾提出这样的想法，意识本身可能是一种量子现象。如果人的意识真的跟量子纠缠，波函数塌缩这些东西有关，那梦境就不只是脑袋内的影像秀，而可能是某种跨宇宙的共振。听起来很玄，对吧？但回想一下，你梦里是不是有时会进入一个从没去过却无比熟悉的地方？是不是有过梦里发生的事，过几天真的在现实上演，所谓的预知梦？还有没有试过在梦里知道自己在做梦，甚至能控制剧情，也就是清醒梦？这些现象如果只是脑袋自己想象，为什么会这么真，这么准？会不会那就是你在另一个宇宙，另一个版本的你，正在活着的记忆碎片？第四章，科学界的反应。当然啦，这些理论目前还是属于边缘领域，主流科学界对他们的态度大概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：有趣是有趣，但证据呢？没错，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人能证明梦境跟平行宇宙有关。毕竟我们既看不到平行宇宙，也无法测量梦境连线的频率，但这并不代表它不可能。就像在几百年前，没人相信有细菌；几十年前，人们还不相信黑洞会吞掉时间。科学的本质不是盖棺定论，而是不断提问。而梦境就是那个每天晚上都在向我们抛问题的神秘空间。第五章，哲学的提问。我们换个角度来想一想，如果梦里的世界跟现实一样清晰，有逻辑，有情感，那到底是谁决定了什么叫真实？佛教说一切皆幻，柏拉图说我们活在洞穴的影子里，近代哲学家德卡尔则怀疑一切，说我思故我在，意思是只要我能思考，那我就是存在的。那梦里的我在想事情，算不算一种存在？如果在某个梦里，你有家庭，有朋友，有一生的记忆，那个你是不是某个宇宙的真实版本？会不会我们现在以为的现实，
其实也是某个更高层梦境中的一层。全面启动里那句话还记得吗？梦境有没有可能才是真正的现实？结尾，梦还会继续。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潜入梦里，经历不同的故事，有时浪漫，有时荒谬，有时可怕。但也许我们不只是做梦，而是在穿越到另一种存在的可能性，穿越到平行世界的我，去偷看那边的人生，然后一早醒来，记忆模糊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但下一次梦来临时，你会不会稍微留意一下，这个地方我是不是真的第一次来？你眼前的那个人是不是正在另一个宇宙里，等住你记起他？也许梦境不是一扇门，它本身就是宇宙之间的走廊。晚安，或许该说启程。如果你也曾做过神秘的梦，不可思议的梦，或者梦到过另一个你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。也许有人梦到过同样的地方。别忘了订阅我们，下次我们继续一起梦游宇宙。